大家好，今天要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区块链。区块链后面有着较深的数学和网络技术，在这边我只会简单介绍区块链的基本定义，因为我们在后面的应用中会使用到区块链的一些基本概念，所以希望在今天的介绍中能对大家的认知有所帮助。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教学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介绍鼎鼎大名的比特币网络。或许你会有疑问，不是比特币吗？怎么是比特币网络呢？这里别急，请听我慢慢解释。众所周知，比特币网络是由一个名叫中本聪的人所发明的，但是中本聪从来没有出现在大众的眼前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只有知道他发明的比特币。他在2008年年底时发表了一篇论文，他将这些论文寄送到一些人的手上，内容表示他有一个新奇的想法，能够提供人们更自由地做货币的交换。接下来在2009年年初时，他就建立了一个比特币网络，是一个基于点对点之间连线的网络。没错，就是当时所流行的 P2P 网络。然后发展至今，造就了目前加密货币的蓬勃发展。那么所谓的比特币是什么呢？在介绍比特币之前，我们先来介绍什么是区块链。我们先来单独解释什么是区块。所谓的区块，就是记录一定数量的交易记录。目前显示我们有 A、B、C 三个区块，这三个区块分别记录着不同的交易记录。那区块链的链是什么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的交易是有时间顺序的。假设我们的区块时间顺序为 A、B、C， 那么我们利用杂凑函数对区块内的内容进行计算，我们可以得到一组独一无二的数字。如果区块内容有所改变的话，那么我们得到的这组数字就会改变。这里所提到的杂凑函数是一个数学中的演算法，我们只要记住给它不同的计算内容，它的答案就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每个区块所记录的内容不会被篡改。那么每个区块只要记录着上一个区块的这组数字，就可以做时间的排列，这样我们的交易顺序也不会被改变了。那么所谓的矿工，就是负责将我们的交易记录打包成区块，来更新区块链上的账本资料。在这里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做钱包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建自己的钱包。钱包内有三个重要的要素，第一个是私钥，第二个是公钥，第三个是地址。其中以私钥的部分最为重要，因为你的私钥只要外泄了，就代表你钱包中的钱就会暴露到别人的控制当中，所以我们要小心保管自己的私钥。那么公钥的功能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有交易要送出时，
们利用我们的私钥来针对这笔交易进行加密。矿工们可以利用我们之前所提供的公钥进行解密，这样就可以确保这一个交易是我们所送出的。如果不是我们所送出的话，那么我们的公钥就无法解开这个交易记录。公钥跟私钥的概念是密码学的基础，这里我们只要记住，特定的公钥只能解开特定私钥所加密的东西即可。最后是地址，地址的概念其实跟银行账户是一样的。如果别人要将钱转账给你的话，那么他就要知道你的钱包地址是什么。那么前面讲了这么多，我们就来解释最重要的比特币网络吧。首先，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网络范例。大家都有所谓的比特币的网络的账本，这时左上方的小明想要转账比特币给右下方的小美，这时小明会用自己的私钥将这笔交易进行加密，然后进行广播，通知网络上各个节点。这时网络上的矿工们就可以知道有一笔交易正要进行，他们就利用小明之前所公开的公钥来进行解密，来确认这笔交易是由小明来提出的。这时比特币就会转账至小美的钱包当中，然后比特币网络会出一道数学的计算题，这些矿工们就要拼命计算出正确答案，然后第一个计算出正确答案的人就有权利将这笔交易记录进行打包，也就是记录到账本当中。当矿工进行打包后，比特币网络就会给他一定数量的比特币进行奖励。最后矿工打包后就会进行广播，大家就会更新手中的账本。以上就是一个简单的比特币网络范例。在上面的比特币网络范例中，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比特币网络的特性。第一个就是地址的公开透明，我们可以看到钱是从哪些地址进行转移的。第二个是账本无法被篡改，因为每个人手上都有最新的账本，只要你的账本跟别人不一样，那你的账本就是无效的。第三个特性是去中心化。什么是去中心化呢？请大家回想一下刚刚的交易过程，如果套用在我们传统的转账方式，是否少了一个重要的角色？没错，那就是银行。这里我们不需要银行就可以进行金钱的转账。我认为去中心化是加密货币当中最重要的特性。在之后的介绍中，这个特性会慢慢的浮现出来。第四个特性就是隐秘性，因为我们只知道地址，而不知道地址的主人是谁，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交易的隐秘。有了对区块链的基本认识后，我们下期就会介绍去中心化金融的一些功能，如去中心化的钱包、去中心化的交易所等等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有帮助的话，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的频道是专门为新手介绍加密货币的知识，
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